顿涅茨克血战，乌连环反击，俄重装纵队全线覆没。乌军多线猛攻，夜袭重创俄阵地，俄9万大军被击。克里米亚夜燃火海，乌军精准打击，毁顶级雷达。莫斯科连环爆炸，航天心脏被轰，浓烟冲天。乌军再创战果，击落俄最先进直升机，制导炸弹反击俄军。俄美关系濒临崩溃，俄空军频频受挫，乌消耗战显威力。在顿涅茨克地区激烈的战火中，乌军在弗拉基米罗夫卡的奥切列延斯克方向歼灭一支俄罗斯重装机械化部队，35辆坦克或装甲车与41辆摩托车化为废墟，107名俄士兵当场阵亡，52人重伤。这场战役标志着俄军在装甲匮乏的窘境下拼凑出的大规模进攻惨遭溃败，残骸散落战场，宛如末日画卷。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双方兵力持续增援，俄军将第35、第55、第74与第137机动步枪旅调往波克罗夫斯克南翼，试图巩固防线。乌军则调动第154机械化旅应战，火力对峙一触即发。泽连斯基进一步透露，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持续对俄军实施多重包围，削弱其战斗力。与此同时，据报道，一支由20多辆坦克装甲车与大量摩托车组成的俄机械化纵队突破 T0504 公路，推进至波克罗夫斯克科斯蒂扬特诺夫卡以西的沃洛德米里夫卡村，遭乌军发起拒止作战，激战一日，敌方损失惨重。在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克兰守军展现惊人战果，成功歼灭13名俄罗斯摩托突击队员，粉碎敌军的自杀式攻击。据战地报道，这一辉煌战役由第33独立突击团主导，展现了乌军精准火力与坚定意志。有消息显示，乌克兰国防力量近日发动猛烈反击，成功将敌军从多个关键阵地驱逐。军方消息人士描述，俄军试图通过密集炮火和步兵突袭突破防线，但乌克兰战士凭借精准的火力协调和地形优势，迅速组织其反击。在西沙霍维一带，乌军利用无人机侦察和反坦克导弹，将敌方装甲机群逼退数公里，避免了潜在的包围威胁。类似场景在佐洛蒂科洛迪亚兹沿，那里俄军遭受重创，遗留大量装备残骸。库切罗沃亚尔的战斗尤为惨烈，乌克兰特种部队在夜色掩护下发起突袭，摧毁了敌方指挥所，导致俄军阵脚大乱。而在诺沃帕夫利夫卡，乌军通过挖掘战壕和设置伏击，挫败了敌人的多波进攻，迫使其撤退至后方阵地。Deep State 分析师指出，此次行动不仅稳定了前线，还为乌克兰后续反攻争取了宝贵时间。战场上，硝烟尚未散尽，乌军士气高涨，而俄方损失惨重，包括数十名士兵阵亡和多辆坦克被毁。还有消息指出，目前，乌克兰军队已使用巡航导弹对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俄罗斯军事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在苏梅方向，乌军发起反击，第119空降团试图将尤纳基夫卡村夷为平地，但仍未能阻挡乌军推进。另外，乌军第225独立突击团击败俄军第810海军步兵旅，成功缴获旅旗，羞辱敌方士气。在利曼方向的伊马皮尔定居点，乌克兰特种部队驱逐再度渗透的俄突击小组。俄军虽集结9万兵力准备大规模进攻，却遭乌军第110与第144旅调防增援，战场态势岌岌可危。战地消息来源还指出，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展开激烈交火，尤其在奥里西夫一带，乌军凭借精准火力与地形优势，逐步收复失地。乌军还利用重型无人机与火炮，对俄军防御工事发动猛烈轰炸，成功突破敌方阵地。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强调，这些进展是乌军顽强抵抗与战略协调的结果，展现了对俄军的持续压力。据悉，俄军试图组织反击，但遭乌军密集火力压制，损失惨重。分析师指出，此次进展不仅稳定了防线，还为乌军未来反攻创造了战略空间。另有未经证实的报告称，乌军可能已清理小谢尔巴基
与斯捷波维周边地区战机空袭瓦西利夫卡俄军阵地，敌方损失不断增加。库普扬斯克方向，乌军第8特种作战团完成特别行动，确保该方向不存在乌军被包围，俄军未能进入库普扬斯克市中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持续战火中，乌克兰武装部队于近期发动密集打击，目标直指占领区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东岸，10月的夜晚本应寂静无声，然而从午夜0点起，远处传来一阵连一阵的爆炸声，接着火光冲天。费奥多西亚的油库被精准命中，大火迅速蔓延至整个储油区，滚滚黑烟如同巨兽，吞噬了整片海岸线。当地居民在社交平台上传的视频中，可以清晰看到爆炸瞬间的耀眼火球。根据俄方控制区内的消息源，除油库外，靠近费奥多西亚的220千伏 Kfa 变电站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处设施传出爆炸声，区域供电短暂中断。俄方的防空系统在袭击后被迫启动，夜空中密集的夜光弹如流星坠落，却未能阻止燃烧的火势。乌军不仅摧毁俄军关键能源设施，还成功击毁3套先进雷达系统。根据开源情报防卫者的最新报道，乌克兰第73海军陆战队与国民警卫队联手行动，在克里米亚多地摧毁3套内博 M 移动雷达系统，每套造价高达1亿美元，严重削弱俄军空中监测能力。战地前线影片显示，这些雷达分散部署于克里米亚各地，遭受乌军精准火力突袭，爆炸瞬间火光冲天，残骸散落一地。俄方曾吹嘘内博 M 能侦测600公里内高空飞行器与弹道导弹，但自战争爆发以来，已多次被乌军摧毁，暴露其防护漏洞。详细时间与地点仍在确认中。此次行动延续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系统性攻势，旨在瘫痪俄后勤与侦察网络。前几日，乌军就已经对费奥多西亚海上石油终端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击，引发大火延烧数日，黑烟遮天蔽日。当地居民在加油站大排长龙，背景正是熊熊燃烧的油库，凸显俄军能源补给线崩溃。目击者描述，毒烟弥漫数公里，导致呼吸不适与环境污染，进一步加剧占领区危机。同时，乌军还摧毁克里米亚一套 S-400 防空系统。此外，俄罗斯反对派武装自由兵团首次加入乌克兰特种部队 Farota 的作战。现场画面显示，他们部署水面无人艇，疑似针对克里米亚或黑海俄军设施发动攻击。潜在目标包括金伯恩沙嘴与黑海舰队新基地信罗西斯克。这些行动旨在切断俄海军补给，扩大战场优势。据 A 使游击队报道，赫尔松俄军出现叛逃潮，士兵逃往克里米亚，暴露士气低落。尽管俄军近期加大对南部赫尔松与扎波罗热的攻势，但收效甚微。乌军对克里米亚的打击正有效支援南部防线，牵制敌方资源。俄罗斯首都上空再度传来惊雷般的爆炸声。当地时间10月11日傍晚，莫斯科州佩列斯维特地区突发巨响，紧接着浓烟翻滚，火光冲天。目击者的录像显示，整片天际线被白色烟柱吞没，远处不断传出低沉的爆炸声，地面救援车辆正急速驶往事发区域。这起事故地点极为敏感，它是俄罗斯航天局的核心测试基地之一，被称为莫斯科的航天心脏。平时，这里负责火箭发动机与航天器的关键测试任务，属于高度机密的工业军事设施。Astro 报道称，这场火灾疑似在火箭推进装置实验过程中引发，规模远超一般测试范围。俄方随后出面紧急灭火舆论，宣称现场只是计划内的火箭测试，并强调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然而，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视频却揭示了截然不同的景象，滚滚浓烟持续升腾数小时，火势并未得到迅速控制，甚至波及周边厂区。这已经是莫斯科一周内的第3场重大火灾。就在数日前，当地一家聚苯乙烯泡沫仓库突然起火，屋顶坍塌，黑烟冲天。而更早之前，乌克兰无人机曾空袭莫斯科科技城一带的无人机工厂。如今，连航天测试中心都传出爆炸，俄方后方安全角势再度引发外界质疑。多名分析人士指出，
近期乌军的空袭频率明显上升，打击目标正从能源设施延伸到高精尖的军工与科研领域。莫斯科的火箭测试中心被袭，无论真相如何，象征意义都极为重大，它直击俄罗斯航天与导弹技术的核心。另外，乌克兰武装部队于2025年11月10日发动大规模远程空袭，目标直指俄后方深处的能源与军事设施，距离边境超过1600公里。根据开源情报防卫者的最新报道，乌军无人机精准命中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乌法炼油厂，这是俄罗斯最大的石油炼制中心之一，长期为俄军前线提供关键燃料补给。战地消息人士描述，当地时间10月11日深夜，乌克兰无人机群突破俄防空网，引发乌法巴什石油乌法炼油厂连环爆炸，剧烈轰鸣响彻夜空，现场迅速被浓密黑烟包围，耀眼火球窜升数十米高。从前线流出的影片显示，火势猛烈蔓延，烟柱如末日般遮天蔽日，导致周边空气充满刺鼻毒烟。乌军分析师指出，这是乌克兰系统性打击俄能源基础设施的最新一击。此前，该炼油厂已遭多次袭击，暴露俄后勤的严重漏洞。话音未落，罗斯托夫州的苏科多尔尼亚抽油站也在夜间遭受重创，分配器被彻底摧毁。最新卫星影像确认，该油站已完全停止运转，这将严重影响俄方的能源运输链，进一步削弱前线补给线。目击者报告，爆炸现场火光闪烁，残骸散落一地，凸显乌军远距打击能力的跃升。此外，斯摩棱斯克的一家军工厂附近传出至少10起巨响，伴随着空袭警报刺耳鸣响。情报显示，这座工厂专门生产 Kh-59导弹，曾广泛用于轰炸乌克兰基础设施。俄方虽试图封锁消息，但当地居民描述爆炸波及周边烟尘弥漫，恐导致俄军导弹生产线中断。前线再传震撼消息，乌克兰防空部队在黑海上空成功击落俄罗斯的卡52短吻鳄攻击直升机，这是俄军最先进、造价高达3000万美元的空中利器之一，如今却在夜空中化为火球坠入海面。据俄方军事博主披露，事件发生在10月9日前后。现场目击者称，看到一束火光划破夜幕，随后传来爆炸声与浓烟，机组人员无一幸免，残骸坠入海中。多家俄方军事频道随后证实，这架卡52确实已被击落。这并非个例，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军已多次击落卡52。更令人震惊的是，其中几次击杀由无人机完成，无人机猎杀直升机的画面彻底改写了现代战争的规则。传统的空中优势正在被低成本、智能化的无人系统所颠覆。就在卡52被击落的前一天，俄军一架米格31战机也在利佩茨克坠毁。尽管俄方坚称非战斗损失，但外界普遍认为这与乌军的远程袭扰有关。过去数周，俄空军已明显收缩前线活动范围，空袭次数锐减。相反，乌克兰的空军行动愈发活跃。F-16与幻影2000战机已陆续部署，瑞典鹰狮战机也在运抵途中。乌军的苏27与米格29经过西方改装后，可携带更精确的制导武器。10月10日夜间，一架苏27携带 GBU-62精确制导炸弹对俄军前线阵地发动空袭。俄军第30榴弹炮阵地被直接命中，连续3次爆炸，掀起火光。随后，附近的俄军驻地也遭受猛烈轰炸，2栋建筑被夷为平地。这连串行动显示，乌克兰不仅在地面防御上取得突破，更在空中战线上实现了战术主动。俄军曾引以为傲的空天力量，如今频频受挫，损失惨重。外界还关注到，乌克兰空军于近日发动一场精准空袭，目标直指卢甘斯克地区俄军使用的关键桥梁，成功瘫痪敌方补给线。据悉，一架苏27携带 GBU-62精确制导炸弹对俄军前线阵地发动空袭。俄军第30榴弹炮阵地被直接命中，连续3次爆炸，掀起火光。乌军还摧毁了俄罗斯用作后勤路线的一座公路桥，导致其彻底崩塌，残骸散落河中，切断了俄军向前线运送物资的生命线。分析指出，
这是乌克兰空军近期对俄后勤网络的又一次系统性打击。GBU-62作为一种高精确度导引武器，结合无人机侦察与卫星定位，展现了乌军在技术与战术上的显著进步。俄方虽未公开承认损失，但前线报告显示，敌军物资短缺问题加剧，士兵士气低落。2025年10月中旬爆发连环事件，国际局势如火药桶般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俄罗斯，若战争不尽快解决，他可能向乌克兰提供远程战斧巡航导弹。俄罗斯总统普京高调宣布前线军事进展。另外，乌克兰无人机则创下新纪录，突破边境直击俄罗斯亚洲腹地。三方动作各有盘算，标志着冲突进入新阶段，从正面战场延伸至后方经济与外交博弈，或许预示着战局重大转折。据悉，10月12日，特朗普在空军1号上向记者表示，他某种程度上已做出决定，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但需确认乌克兰的使用计划，仅限军事目标。这款导弹射程达1550至2500公里，从乌克兰境内即可覆盖莫斯科，引发普京强烈回应，称此举将摧毁俄美关系的最后曙光，并导致严重升级。特朗普的表态充满模糊性，未透露数量、交付时程或限制。分析师指出，这是模糊战术，既向国内鹰派与欧洲盟友展现强硬，又留回旋空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通话后称讨论非常正面，并承诺遵守限制。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可能考虑生产减配版导弹，避免过度刺激普京，焦点在于大选前争取外交得分，而非直接介入泥潭。就在特朗普表态前数日，普京于10月7日在圣彼得堡军方会议上宣布捷报，2025年以来，俄军已控制近5000平方公里土地与212个定居点。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补充，在1250公里长战线上几乎向各方向推进，尤其在顿涅茨克、扎波罗热等区域稳步扩张。数据显示，卢甘斯克控制率达 99%， 顿涅茨克与扎波罗热超 70%， 波克罗夫斯克作为乌军补给枢纽正遭重点围攻，俄军看似掌握主动权。然而，普京特别强调确保能源设施安全，实为回应乌克兰后方打击。就在普京宣布战果同时，乌克兰无人机于10月6至7日越过乌拉尔山脉，创纪录击中丘明州的安第平斯基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边境逾2100公里，核心设施受损，生产中断。战地目击者描述，爆炸现场火光冲天，黑烟滚滚，这是乌克兰史上最远打击，超越8月1800公里纪录，标志着战术转向后方经济破坏。乌军情报局确认，此举旨在瘫痪俄能源供应。每日电讯报近日刊文指出，克里姆林宫在经济战中的败局比军事上取得优势的速度更快。俄方原本寄望在自身经济崩溃前抢先击败乌克兰，但现实并非如此。俄罗斯经济承受巨大压力，夏季攻势失败，每天损失逾800人，却未能突破前线或打破僵局。文章分析，克宫为了应对危机，保护不足的石油与能源设施，极可能冒险升级战争，寻找易受攻击的目标，尤其是在北约内部。这种局面让人联想到一战后期的德国，虽然战场上未被击败，但经济拖垮，最终迫使投降。大西洋月刊也指出，乌克兰有机会赢得这场消耗战。乌军在东北部主要城市和物流枢纽仍牢牢掌控战场，占据数量优势的俄军未能取得突破。乌军通过无人机、精确炮火和优化部队调动，有效瓦解了俄军进攻。9个月前，乌克兰武器落后，兵力劣势明显，但如今不仅拥有欧洲强力支持，还适应了持久战，既稳住前线，又通过远程袭击削弱俄军作战能力，同时降低自身风险。最新消息显示，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宣布，英、法、德3国领导人已同意用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支持乌克兰军队，各国将与美国协调行动。欧盟也首次向乌克兰军队提供直接财政援助，最高拉达议员谢尔西·索伯列夫透露，欧盟拨款60亿欧元作为非偿还性军事支持，不再局限于民生项目。武器方面，乌克兰接收了 F-35战机，
并将提前从比利时接收2手 F-16战机，使 F-16逐渐成为空军主力。防务快报称，乌克兰空军在 F-16使用战术上已超越美国空军，采用敏捷作战运用，分散部署战斗机以应对俄罗斯远程打击，并在实战中获得宝贵经验。这些经验和教训是理论训练无法获得的血与火积累。另外，近日1000枚德国产155毫米北约标准炮弹经波兰边境连夜运抵乌克兰红军村前线阵地。同时，莱茵金属近期斩获630亿欧元订单，彰显欧洲正快速步入军备竞赛时代。德方不仅向乌克兰持续供血，也向波罗的海3国挪威输送军火，强化北约东翼火力，同时联合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研发下一代炮弹，并规划未来10年建造1000套天空游侠防空系统，抢占高端军工市场。有分析认为，德国军工产能跃升速度堪比2战时期施佩尔主导的军工奇迹，在盟军轰炸下仍实现坦克产量暴增5倍。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